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解第19课可视化分析工具。在讲课之前，我先回答一下评论区的问题啊，就是之前大家提到的 Web 页面如何展示的问题啊。这里有几种模式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脚本我贴在这个网站上，可以去看一下啊。一键复制，复制进去，然后保存成点 sh 文件就可以了。那 Windows 的可能要改一下啊，简单改一下，你拿个 AI 工具让它翻译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实盘交易要配置一个完整的实盘交易，我们还没讲，先忽略啊。那干模式直接启动第二个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是回撤模式，还有这个策略优化我们都讲过了，然后选择第4个的话就是这个 Web 界面的啊。然后进入 Web 界面以后就可以下载数据了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忽略，6和7也可以忽略。那主要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。那一的话是实盘的话是最后讲，然后这个脚本在 Mac 下或者是在那个 在那个 Linux 下都可以直接运行啊。那 Windows 下的话，你要改成这个 BAT 的那个脚本啊。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用 AI 工具让它转换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讲解今天第19课的内容，这个可视化工具。那可视化工具里面里面它有自带的这个可视化的一些脚本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脚本的这个组成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用plot data frame 的这个脚本，然后读取这个 config 文件，然后这个是你的这个策略。那这个就是这个配对的这个你要交易的这个币种，然后这个是时间的一个区间。那它的官网的这个脚本，大概就提供的到这。那这样测试的话会，如果数据你本地没有数据的话，会出现报错的情况，所以这里要加上，我这边测试完以后，这里要加上这个 no trade 这个，加上这 no trade 的话，这就不会报错了，它就可以忽略你本地没有数据，它会去实时拉取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例子啊，这个是系统自带的那个stage 啊。然后这里配对完以后，选择这个比特，然后这个时间范围选择一下，然后它就可以输出，它会把这个内容输出到这个plot 的文件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行，我先启动一个终端，然后先切换一下环境，然后切换完环境以后，直接执行这个命令。哦，我这个脚本，我这个没开梯子啊，稍等一下。刚才是因为没有开梯子啊，然后不能直接访问啊。那我们现在执行一下，看看。好，这会儿已经出来结果了。那它这个是存在 user data 的这个 plot 文件夹下面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内容。就是这个文件。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它是一个 HTML 文件啊。那这个就是这是几号？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6月2号的6月1号开始，然后这里是到9月3，10月1号的啊。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数据啊，简单的一个图形展示啊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这个的话是能加上一些指标的，但是这里会有一点小 bug，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一下，这里它的这个参数可能是有点问题啊。
啊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就是多了一个指标的这个参数啊，就 MACD 的，还有一个成交量的啊。那这根针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啊，这个10月10号的这个凌晨，应该是三，应该是4点多5点左右的时候的那个当一个暴跌的一个情况啊，然后它成交量瞬间放大啊，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主仓模式的优势就是在这里了。如果你用全仓模式的话，你可能会把整个本金都给损失掉啊。那如果你主仓模式的话，就亏这一单就好了啊。继续往下看啊。那如果是从这个回测的结果看数据的话，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啊。但是回测的结果看数据，你首先你这边得有数据，然后你才能通过这个回测的结果去查看这个结果，要不然它会提示这个找不到这个文件这个错误啊。这里的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啊，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。这里就不一个一个测试了啊，简单讲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包含了这个交易信号的这个数据，然后这个是绘制多个周期的，你可以你可以在这后面啊加上它的这个，比如5分钟、10分钟，这可以继续往下加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示例啊，获取一个带有这个是策略啊，这个是移动平均线的这个一个策略啊，然后这个是配置文件，然后它测的是3个币种的时间，然后指标，还有这个文件的一个输出目录，然后这个就是查看它的一个结果，但是这里查看结果的时候，你前提是要你的这个文件夹下面要有这个文件才可以查看啊，没有这个文件的话，它会报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我这里已经有这个文件了，试一下会不会报错啊？好，这个是正常出来的结果。这个就是它里面会打包成一个 ZIP 的一个文件啊，可以看到这个 ZIP 文件，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一个配对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它交易的次数，还有这个一些平均值啊，这些信息看不懂的可以搜一下啊，放到 GPT 里面去搜一下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回测的一个结果报告啊，继续往下看啊，那这个就是图表的一个解读啊，那比如说生成的这个图表，它的这些信息，它有绿色的三角形的这个，就我们上节课的时候给大家演示的这个Web 模式的这个，它就是这个选的是这个模式的情况下，你把你的这个信号放到这里面以后，放到这个策略里，放到软件里面，它就会显示你的策略这时候是该买还是该卖了。那图表展示的时候，它也会有这个信号啊。就这个红色的是属于叫你卖出的啊，绿色的就属于叫你买入的信号啊。但它这个策略它不一定准确啊，但是它这个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。那绿色的是买入信号，红色的是卖出信号，红色的是卖出信号，刚好了做反了。然后这个就是要根据你自己的那个特征去分析，就是根据你的这个信号的一些特征，然后去判断它的这个买入信号。那我们简单看一下，这个是价格在支撑点附近，然后多个指标同时发出信号，成交量放大，然后趋势与信号一致啊，这多重指标一个判断。那这里多重指标判断它有利也有弊啊，它的这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就是出现这种假信号的这种情况，但是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太容易成交，它的条件如果判断太复杂的话，所以你要取一个相对来说折中的一个信号。那不好的这个买入信号就是跟这个趋势对着干了。然后这个是移动平均线的这个信号，交叉买入信号，这个就是移动平均线往上穿的时候买入，然后死叉的时候卖出。
那这种信号它不一定能挣钱，但是它一般来说它亏钱的这个概率，会相对来说会少一点，然后它的这个损失会相对来说也会少一点。但是如果你在死叉的时候买入的话，这个情况，你死叉的时候去做多，进叉的时候去做空，这种情况下你亏钱的概率就很大了。那这个震荡市场上要防止它的这个就是一个假信号，假信号的话，你如果单靠一个指标判断的话，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均值回归，在一个箱体里面，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箱体里面，那它到了这个上轨以后，那如果你这时候判断它是一个突破的话，它有可能就回来了。那到这里箱体的底部的时候，你认为它是一个跌破的趋势，它有可能就上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假的信号，要通过多个指标进行一个判断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那理想的这个利润图的这个，就是相对来说，它的这个曲线是比较稳定的啊，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概率。不一定是完整的曲线，有可能是，我们来画个图，简单描述一下吧。它有可能是这样慢慢的往上走的，也有可能是这样上去，然后这样下来，这样上去，这样波段的这样上来的。但是不好的图是什么样的？是这种上蹿下跳的，比如说这样、这样、这样的，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操作，呃，有就属于这种梭哈式的这种操作啊，它就可能是大开大合这种情况，赚的也特别多，但是亏起来也回撤的也特别快。但是回撤的时候一定要在回撤的时候一定要在你的利润的一半或者1/3左右的地方，这样的话才算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上升趋势啊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就图表的这个是图表的分析检查清单后面的就是实践任务了，有兴趣的自己去看一看啊。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，然后这个脚本的话，要用这个打开 GitHub，然后搜一下，搜索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是完整版的，你直接下载完以后，它它就完整的后台程序，然后你用这个脚本放在根目录下启动就行了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找个 AI 软件去辅助一下，辅助一下操作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是前端界面的，Flex UI 的这个，那这个就是你要是不想用这两个，但是你安装了这个Python 的这个 Flex Trader 的这个包的话，那它也可以正常启动。就像我这里面没有安装它这个框架，我就建了一个user data 的这个目录，然后它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。因为我依赖的是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包。那这3种模式都可以运行啊，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，好，谢谢大家。